直到我花900多元买到这款视光视电的万兆交换机，我的家庭网络升级万兆之路才真正开始成型了。大家好，我是老白，今天给大家介绍我从1年前开始的一步步升级设备、改造布线，最后迈向万兆家庭网络的行程。去年9月，我们测试 286S N305， 当时的设备是我仅有的2台万兆光口小主机 286S N 系列和 286S U 系列，用的万兆交换机和光口电口模块是我从闲鱼淘到的，花了700大洋。从这时候开始，我终于在我的家庭 2.5G 网络环境下搭建了第一个临时的万兆测试环境，这就是我们改造家庭万兆网络的起步了。当时我的家庭网络是这样的，一台软路由弯口连接光猫负责拨号，烂口连接到一个8口 2.5G 的交换机，让它作为家庭网络的主交换设备，通过它连接到各个工作桌面，包括黑群晖 NAS 和无线 Mesh 网络。完全建成这个 2.5G 网络其实也花了不少时间，从2021年初开始升级 2.5G 家庭网络，一直到更换了最后一台重要的小主机为带 2.5G 网口的小主机，耗时2年多。但通过升级千兆到 2.5G 家庭网络，我积累了不少经验，知道了升级网络几个重要的步骤。第一是升级交换机，第二是升级 NAS， 这两者既是万兆家庭网络的基础，也决定了你的万兆家庭网络可以进入实用阶段。否则你拿万兆网络干啥用呢？难道就像我前面这样建一个临时网络，只测一下网口速度是否达标吗？第三就是线路，如果你的家庭网络已经布好6类以上的正常网线，注意是正常网线，不是什么体验糟透了的扁线，那么你就不用担心50米以内都可以达到万兆水平。而我的家庭网络稍微特殊一些，使用的是光纤布线，光纤两头用了光转电的转换器，当年我千兆网络也用了它。但升级万兆其实不需要这么麻烦，因为在咱们的 SFP 加万兆交换机上，使用不同接口的光模块就能完美替代光纤转换器。我的光纤布线使用的是单纤单模的 SC 接口，那么只需要购买一对 SC 接口的单纤单模光模块就可以了。当然另一头你也必须要有光纤交换机。第四就是终端了，你的终端必须匹配你的网络 2.5G 家庭网络，那么你大部分终端要逐渐换成 2.5G 网络接口。这一更换过程对我是比较漫长的，从使用第一台 2.5G 网络接口的小主机开始，到完整 2.5G 网络的建成，大概用了3年时间。升级所有万兆终端，我觉得需要的时间会更长，所以交换机、NAS、线路、终端这4者是我们构建万兆网络一步步需要更换的设备。我们先谈交换机的准备。万兆交换机有2种，第一种是万兆 SFP 加光交换机，它插入光模块，用光纤连接，它的优点是产品便宜，二手模块和 DSA 跳线非常多，闲鱼上基本都是白菜价。第二种是万兆电口交换机，它一般比较昂贵，而且今年之前的产品使用时发热量大，还容易损坏。我也是图便宜，首先入了光交换机，现在8口 SFP 加的新品差不多就500多元。然后我又先后购入了几个带光口的交换机，比如水星这款单光口8个 2.5G 电口，后来看到犀利卫士双光口是 2.5G 电口才168元，我又购入了一台。后来又发现一台更便宜的宏亚卫士，同样双光口是 2.5G 电口，没忍住又进了一台。现在双11，大家知道这种双光口是 2.5G 电口的交换机多少钱了吗？只要90多元。这1年来我是屡遭背刺，脸都被打肿了。正因为光纤交换机如此便宜，所以我们构建万兆网络的成本真还算不高啊。刚才我们提到的电口交换机成本贵，普遍8口都在1000元以上。作为目前我的家庭网络，
既有光口需求，又有电口需求。如果再买一个单独的8万兆电口，实在是太昂贵了。就在几个月前，我逛闲鱼的时候，看到一个这样的产品在预售，4光口、4电口的万兆交换机，刚好贴近我的需求。作为我的万兆主交换机，实在是太合适了。这就是系列卫士的4光4电万兆交换机，等了几个月，终于以900多元拿到手了。以这台万兆交换机为主，再加上以前乱买到手的几台万兆光口交换机，我的万兆交换机基本准备好了。接着是 NAS。 去年以前我的 NAS 非常简陋，就是一台涡流星际黑群晖，网口本来是1000兆的。2021年我们升级 2.5G 网络的时候，给它加了一块 USB 3.0 A 口状 2.5G 的网卡，它就变成了 2.5G 的 NAS。 但是要让它升级到万兆 NAS 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够的了。去年我们测试明凡 MS01， 它有3个存储接口，还有双万兆光口，双 2.5G， 我觉得刚好可以作为我平时工作用的 NAS， 就把它留下来，加上了2T 的 U2 企业盘，然后把我的工作文件存储在这个盘上，它就成了我的第一台万兆 NAS。 接着几个月前我们评测了铁卫马 F8 SSD Plus， 这是第一台可以安装8块 NVMe SSD 的全闪 NAS， 它就成为了我的第2台万兆 NAS。 这样我的万兆 NAS 也齐备了。跟着是线路，因为我们已经有了一组 SC 接口单线单模光纤，只需要在2头换上 SC 接口的光模块，也就是2头都必须要光交换机。刚好买系列卫士双光4电交换机的时候，发现他们家就有 SC 接口的光模块出售，这样我这一路线路就准备好了。今年我们又开辟了新的工作桌面，最开始时候是无线连接的，非常不稳定，于是我开始想办法组有线。我使用了6类网络扁线，发现20米长后，这类扁线连 2.5G 都跑不满，果断废弃。又再次布了一根光纤，就是这根黄色的，然后放上一个2光4电的交换机，同样接上了 SC 接口的光模块，2条万兆线路都已经布好了。好了，万兆交换机、万兆 NAS、万兆线路都齐备了，最后我们要操心的就是万兆终端。首先我要考虑的是，不更换主力设备的情况下，如何添加万兆终端。双11前我找到了这块 Verizon 雷电10G 万兆网卡，它是自带温控风扇的，能够控制网卡芯片的温度，以防止高温断流的情况出现。这块网卡我买的时候是700元左右，和 M4 Mac mini 升级万兆的价格差不多。它可以给我的 M2 MacBook Air 使用，也可以给我的幻影峡谷使用。然后我们也下单了 M4 Mac mini 10G 万兆版，它有一个10G 的电口，刚好可以连接到我们4光4电的万兆主力交换机，这样我的万兆终端也至少有了起步的2台。到这个时候，我们的万兆家庭网络就开始成型了。家庭网络拓扑图变成了这样，更丰富了，但其实也不复杂，仍然是软路由弯口连接光猫拨号，烂口连接到 2.5G 交换机。2.5G 交换机下挂了几个功能性的小主机，有一台小雅 Alist 和2台 FNOS 的测试机。这3台小主机其实都还是1000兆网口，同时也连接了电视附近布置的5口 2.5G 交换机，也连接到4光4电的万兆交换机。这台系列卫士交换机的其中2个光口都装上了 SC 接口的光模块，接上了2条光纤，分别连接到另外2个桌面的光交换机。这是第3工作桌面，除了幻影峡谷外，我们把所有的 NAS 都放置在这里了。有铁卫马 F8 SSD Plus 全闪万兆 NAS， 也有涡流星际黑群晖，还有 TH50 Windows 轻 NAS。 另外这个新的工作桌面有光纤交换机，再连接了 Verizon 雷电10G 万兆网卡，给 M2 MacBook Air 作为万兆接入。回到这个第2工作桌面，这里将会有2台万兆小主机，
以后都会通过6类网线连接系列威士的4光4电万兆交换机的电口。那么我们4光4电的主力交换机还剩余2个万兆光口，1个万兆电口，可以用来冗余。平时我把 MS01 放在这里，可以接入万兆光口，作为一台万兆 NAS 使用。这就是目前我的家庭万兆网络已经成型，但还没有建成，需要为更多的终端小主机增加万兆雷电网卡，或者在今后替换成新的万兆小主机。今天我们所介绍的万兆设备，除了还在路上的 M4 Mac mini 10G 版，都不是大厂出品，都是性价比产品，价格是相当的便宜。我使用几个月以来没有掉过一次链子，我还是很满意的。目前万兆光口混合 2.5G 电口的交换机产品，那真是相当的便宜啊！大家如果有万兆起步的需求，可以考虑这种100元以下就能买到的光电混合交换机。以后升级的时候，可以考虑系列威士这种全万兆光电混合交换机。好了，今天就介绍到这里了，我是老白，谢谢大家的观看，再见。